让你的操作更加灵活。在上一讲的影片中，我们介绍了文件的打开、保存和归档等方法。在开始项目之前，我先为你介绍2个非常重要的技能：视口操作和对象操作，为进阶下一个等级做好准备。1、视口操作，快速观察和调节物体。3D Max 中的内容都位于一个3维空间中，我们需要通过一个或多个视口去观察。或许大家对视口这个词有点陌生，通俗点说呀，视口就像大家玩游戏的上帝视角，帮助我们在虚拟空间中观察和调节物体。首次打开软件看到的田字形窗口就是视口了。现在企鹅呆呆就站在类似人类视角的透视图空间中，大部分编辑操作将在此区进行。当然，你还可以使用顶视图、左视图和前视图等辅助视口观察呆呆，是不是有种进入监控区的感觉呢？视口从不同的视角显示3维世界中的内容。当用鼠标在视口中进行操作时，视口边缘会变为亮黄色，这就表示该视口处于激活状态。可以在此状态下进行内容编辑和调节。其他视口用于辅助观察所编辑和调节的效果。虽然4个视口能让我们从各角度观察内容，但对于技术宅来说肯定不能满足。试试导航按钮中的最大化视口切换，或使用 Alt 加 W 键将视口最大化，细节瞬间映入眼帘。镜头太近了，麻烦把视口拉远一点点。现在呆呆正处于透视图视口区，按住鼠标中键并移动鼠标，这样就可以平移视口。滑动鼠标中键的滚轮可以缩放视口。按住 Alt 的同时按下鼠标中键并适当移动鼠标，可以让视口环绕观察呆呆。那如果想从侧面观察呆呆的运动，要该怎样操作呢？使用键盘快捷键 L 将视口切换为左视图就可以啦。对了，快捷键 T 是顶视图， D 是底视图， F 是前视图，记得灵活地使用键盘哦。当然，右上角的 View Cube 功能也可以实现前面所有效果，但每次用鼠标去操作会让我们显得不够专业，并且也没有使用快捷键更高效，所以就不要用了。灵活掌握好视图的操作是重要的起步，因此在学习前，大家一定要记住常用的视口切换方法。这些方法能帮助我们及时切换视角、观察和编辑模型。2、对象的创建和选择操作，3秒快速创建。什么是场景和对象？前面说到的虚拟空间我们称为场景，场景中可以选择和操作的物体我们称为对象，分为可渲染对象和不可渲染对象2类。可渲染对象就是可以被渲染输出的对象，例如几何体、圆柱体就是可渲染对象。而不可渲染对象指的是灯光、摄像机、立场等辅助形式存在的对象，我们可以在创建面板下找到它们。创建对象，创建对象方法很简单，以标准体为例，在创建面板下激活要创建的对象，并到透视图中使用左键就可以创建了。选择对象，当想要编辑一个对象时，使用左键就可以进行选择操作。当场景中有多个对象时，可以按住左键不放，往一个方向拉，就能框选对象了。
要移动对象，就需要变换命令来完成了。3、移动、旋转和缩放对象 X、Y、Z 上的小秘密。移动、旋转和缩放我们称为变换命令，在主工具栏上可以找到。通过调整 X、Y、Z 的坐标轴来改变对象的位置、方向和大小。当我们选择一个对象，激活移动图标时，对象单色的3轴架便会亮起，我们称为变换 Gizmo。3色线叫轴，连接3色线的点叫轴心点。配合鼠标就可以使用移动功能了。例如，让物体往 X 轴方向移动，选择 X 轴拉动鼠标就可以了。同样的原理，激活旋转和缩放图标，也可以在不同轴向上进行旋转和缩放操作。这里偷偷告诉你几个小经验，帮助你更加灵活地控制对象。用快捷键来切换操作。使用变换命令时，用鼠标去点图标会显得我们很不专业。记住快捷键 W、E、R， 让你的操作更加方便，让移动操作更自由。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，用一个轴移动很不爽？试试将鼠标放到 X 和 Y 轴的中间。当亮起小方体时，按住鼠标就可以同时在 X 和 Y 轴上移动对象了。当然，除了在透视图中移动对象，配合其他视图进行操作，也会提升你的幸福感哦。变换操作也可以用数值。当需要使用具体数字进行变换操作时，可以使用快捷键F12， 打开变换输入窗口，用数值输入更准确。旋转捕捉很好用，默认情况下不能按照额定的角度进行旋转，如果转错了，就要打开旋转变换输入窗口去修改。建议将工具栏中的角度捕捉切换一直开启，这样不但知道转了多少度，转错了再旋转回来时也会很方便哦。缩放也有窍门，模型为什么不能均匀缩放呢？是你多按了几次 R 键，启动了缩放的3个隐藏功能。选择并均匀缩放，可以沿3个轴以相同量缩放对象，同时保持对象的原始比例。选择并非均匀缩放，可以根据活动轴约束以非均匀方式缩放对象。选择并挤压，用于创建卡通片中常见的挤压和拉伸。一般后2个命令很少用，所以按错了记得切换回来哦。第一次使用3维软件时，难免会显得笨笨的，这属于正常现象。相信只要你坚持练习，软件操作的灵活性就会得到提高。下一讲我们将为你介绍基本操作中的那些实用的小技巧，请一定不要错过哦。